蓝蝶翩跹入梦来，鞠婧祎这套汉服造型，为何能狠狠戳中东方审美的软肋？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不聊八卦，不追热点，就想静下心来，好好聊聊最近刷屏全网的一套古风造型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在热搜上看到鞠婧祎那组蓝蝶汉服的大片时，心里确实是咯噔了一下，不是那种被惊吓的咯噔，而是那种哇，原来古风还可以这么拍的惊艳感。在这个古风造型内卷到极致的时代，想要脱颖而出真的太难了，但这套造型凭一己之力把东方美学的氛围感拉满了。说句心里话，这不仅仅是好看，更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，仿佛让人瞬间从喧嚣的都市穿越到了那个烟雨朦胧的江南梦境里。咱们先来细细拆解一下这套造型的杀手锏。你看他身上那件渐变蓝白的汉服，真的太绝了。它不是那种死板的纯色，而是像把天空和云朵穿在了身上，轻纱材质自带一种朦胧的仙气。我特别喜欢它衣身上绣着的淡蓝色花朵，金线勾勒的枝蔓在灯光下若隐若现，这种细节的处理真的非常显贵气。我个人觉得，很多古装剧的服装之所以看起来廉价，就是因为少了这种光影流动的质感，而这套衣服行走间裙摆随风轻扬，就像山间云雾缭绕，那种飘逸感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灵动。再说说妆容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之处。现在的古风妆造很容易陷入浓妆艳抹的误区，好像不画个大红唇，不贴个夸张的假睫毛就不叫古风。但鞠婧祎这套妆把淡颜细氛围感玩到了极致，清透的底妆保留了皮肤的质感，眼妆是那种很自然的粉棕调，眼尾微微上扬，搭配柔和的卧蚕，让双眼看起来似含秋水。说实在的，这种妆容对底子和技巧的要求其实更高，因为它不能靠厚重的粉底去遮瑕，而是要靠光影去塑造立体感。我看的时候就在想，这才是真正适合东方人骨相的妆容，温婉又不失灵动，一颦一笑都自带故事感。发型的设计也是点睛之笔，温婉的半披发，两缕垂落的长发轻轻修饰脸型，完美凸显了她小巧的轮廓。最妙的是发间缀着的那些碎钻蓝蝶发饰，它们不是那种沉甸甸的大头饰，而是像林间精灵一样落在发间，在光影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泽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不抢镜的设计，很多时候配饰是为了衬托人，而不是为了压过人。这套造型里，蓝蝶发饰与耳坠的蓝钻遥相呼应，既增加了层次感，又没有破坏整体的和谐。这种分寸感的拿捏，真的值得很多造型师好好学习。这套造型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讨论，我觉得核心在于它完美诠释了东方美学里的留白艺术。咱们中国画画讲究留白，讲究意境，这套妆造也是一样。发间的蓝蝶，服饰的蓝白渐变，背景里的绣球花，还有妆容的淡粉与纯色的嫣红，这一切元素在一起，统一和谐又层次分明。说句心里话，看多了那些满头珠翠，恨不得把所有贵重东西都往身上堆的造型，再看这种简约而不简单的风格，真的会觉得眼前一亮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东方美从来不是浓墨重彩的堆砌，而是于细节处见真章，于温婉中见灵动。当然，随着造型热度的发酵，网上的声音也是两极分化的。支持的人狂赞这是仙气封神，觉得细节拉满，把东方美人的温婉拿捏得死死的，但反对的声音也很犀利，有人吐槽说是千篇一律的半披发加轻纱，觉得没什么新意，不过是换了个颜色的老套路。对于这种争议，我个人倒是看得挺开。审美本来就是主观的，而且在这个流量时代，艺人确实面临着保持风格和寻求突破的两难。但在我看来，能把一种风格做到极致，让人一看到就能记住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与其为了创新而创新，搞些不伦不类的搭配，不如把经典的元素打磨到极致。更深一层来看，这套造型其实反映了当下古风美学的一个发展趋势，年轻化与精致化。如今，古风美学早已走出国门，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。从海外汉服爱好者的街头穿搭，到国际秀场上的东方元素运用，东方古典美学正以多元形式走向世界。而鞠婧祎的这套造型，正是这种趋势的绝佳体现。它不同于海外对东方元素有时候会出现的夸张化演绎，而是更贴合东方人骨相气质，温婉中藏灵动，精致中不刻意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给国内网友看的，也是让海外观众读懂东方美学留白与浪漫的一个窗口，是东方文化传播的一个小缩影。其实，咱们讨论这套造型好不好看，背后折射出的是大家对什么是真正的古风的探讨。有网友深层探讨说，当下古风造型到底该追求精致细节还是原生古韵？艺人演绎古风造型是传播东方美学，还是单纯消费古风人设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
在我看来，鞠婧祎这套造型的成功，不在于颜值有多高，而在于她找准了东方美学的核心，不堆砌，不刻意。如今很多古风造型陷入元素堆砌的误区，反而失去了东方美学的留白之美。这套造型恰好打破了这种误区，告诉大家，古风不是复古，而是用现代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传统的美。鞠婧祎本身的古相优势，也确实让这套妆造发挥到了极致。小巧的脸型，灵动的眉眼，完美驾驭了古风造型的温婉与灵动。一颦一笑间，既有大家闺秀的端庄，又有林间仙子的灵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换个人就不行，关键在于造型师是否理解了人物的特质。其实，古风造型的核心，从来不是复制粘贴传统元素，而是将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结合，让东方美学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传播。这也是这套造型能出圈的关键，它既有古典底蕴，又符合当代人的审美，既能让国人感受到古风之美，也能让海外观众读懂东方美学的浪漫与温柔。说真的，每次看到这种能让人静下心来欣赏的美，我都会觉得，咱们的文化自信，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、美好的瞬间之上的。在这个古风造型内卷严重的时代，太多艺人陷入千篇一律的怪圈，要么是影楼风，要么是夸张的舞台风。而鞠婧祎的这套蓝蝶汉服造型，用细节和氛围感脱颖而出，不仅刷新了大家对古风造型的认知，也为东方美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。有人爱它的精致灵动，有人嫌它的造型刻意，可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套造型确实让更多人关注到东方美学的魅力，这就足够了。毕竟，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能引起共鸣，能让人产生向往，就是成功的作品。我个人觉得，哪怕有争议，也比默默无闻、毫无水花要强得多，至少它推动了大家对审美的思考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这套造型不仅仅是一组照片，它更像是一个信号。它预示着未来的古风审美可能会从重形式转向重意境。我们不再满足于穿上一件汉服就觉得自己古风了，而是开始追求整体的氛围、妆容的质感，甚至是神态的韵味。这种变化是令人欣喜的，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的审美在进步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加深。说句心里话，我真的很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用心打磨的作品，而不是流水线生产的古风快餐。那么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你觉得鞠婧祎这套蓝蝶汉服造型好看吗？你认为当下古风造型该追求极致的精致细节，还是更偏向原生的古朴韵味？是应该大胆创新打破常规，还是坚守经典元素？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明星造型的评价，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东方美学未来走向的思考。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，我很想听听大家心里最真实的声音。毕竟，美这件事只有交流起来，才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